各位网友，大家好！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就在现实中间啊，2025年的9月2号啊，谷歌的反垄断的靴子终于落地了。玩书为什么要谈这个事儿呢？因为谷歌毕竟是玩书的第二大重仓股啊，这个也不能有任何闪失啊，养老金啊，虽然不到10万块钱是吧？如果有问题，这养老金没了啊。那么大家知道，谷歌的头上一直笼罩着两大乌云，一大乌云就是这个反垄断，对吧？要把那个 Chrome 哈这个要拆分出去啊，这一拆分那毫无疑问那肯定是大动干戈了，是吧？另外就是一个这个 AI 这个入口了。就是说，现在目前在搜索领域，谷歌呢全世界排第一没有问题，但是由于 AI 的切入，人家不用了搜索，人家用这个 OpenAI 是吧？人家这个当然有可能会取代，是吧？目前说不到，所以说两大乌云一直笼罩了谷歌的上头啊，也笼罩了玩书的心头啊。那么现在一个乌云啊垄断的靴子落地了，玩书心头稍微好一点，但是后来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那么这一场这个反垄断靴子落地啊，让谷歌松口气，但是也让苹果成为了这个场边的最大赢家啊。但是谷歌是否是安全过关啊？从此不再被盯上，玩书认为还远远不这么乐观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9月2号啊，美国法官裁定谷歌禁止签独家推广协议，但免于被迫出售 Chrome 啊。谷歌的股价大涨啊，苹果更因为这个默认搜索引擎交易也获得重大利好，股价直升4%啊。那么这场反垄断的官司为何让苹果倒成了意外的赢家啊？谷歌是否已经走出了被美国政府看成是垄断巨头的这样一个危险呢？我们探讨一下啊，那么是否还会提出类似的针对搜索引擎的反垄断的调查，或者让谷歌再次进行拆分，可能性有没有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9月2号那个判决啊，到底说了什么？那个美国这个联邦法院的法官呢，在这个美国政府诉这个谷歌搜索垄断案的救济阶段裁定啊，可以不强制出售 Chrome 啊，也不拆分这个安卓啊。另外一个就是禁止排他性分发以及推广协议，并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共享部分搜索的数据，以促进公平的竞争啊，因为随着数据拿得大，随着垄断嘛。第三个就是允许默认的搜索交易继续存在，例如与苹果莫森纳的默认设置和预装的合作，但不得以排他方式扼杀对手，就是你跟他平台签可以，你不能排他啊。那么这个市场的解读呢就很直接了，避免了最严厉的结构性的补救，比方说强制剥离啊。所以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跳涨。与此同时因为谷歌苹果这个默认的搜索交易得以延续，苹果躲过了每年可能有200亿美元的规模的收入的这个回撤预期，盘后次日的股价显著走强，媒体普遍报道大概有4%左右涨幅。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何这次苹果成了意外的赢家呢？核心原因其实就是一句话，苹果的钱可以继续收法院没有叫停谷歌向苹果支付默认搜索引擎的费用，但是强调不得签排他协议不能说我签之后把别的排掉那么这相当于把苹果的服务收入里极具确定性的现金流锁了下来，于是市场情绪面和基本面都受益了，所以苹果股价大涨玩说是通过 BRK 间接持有这个苹果是吧？我们再来分析这对谷歌意味着什么呢？是否这个危机缓释，风险出清了呢？首先最坏的情况被排除了，但合规成本上升。虽然不用卖这个 Chrome 和安卓是实质性的利好，但禁止排他加上数据要共享，会削弱这个分发与数据的这个护城河谷歌护城河，并且合规隐私与技术实现带来了持续成本。谷歌自己也在声明中对数据共享的隐私影响表达了担忧。第二个呢，就是默认支付被保留，但打法
更要克制。法院并没有全面封杀，默认支付，但明确不得通过排他性安排扼杀竞争。这意味着 OEM 浏览器侧会有更大的谈判空间。那么竞品含这个 AI 搜索在渠道触达上更容易分一杯羹就是动了一些护城河谷歌的。第三个呢，就是 AI 竞争被法院当作了现实变量。判决理由之一是 AI 工具包括了 ChatGPT、Cloud 还 Perplexity 等正在崛起，正在改写搜索竞争版图，进而重型结构性补救未必必要且对称这既是谷歌的防守理由，也是它面临的新对手。我们再来看看后续还有没有类似调查拆分的可能性呢？那么短期的立刻拆分谷歌的概率下降，但中长期风险仍然存在，乌云还没走比方说这个上诉和二次救济，那么判决保留了各方的上诉空间。若实践中竞争未显著改善，那么法院和执法机构仍可能寻求更强的救济。那么部分议员包括竞争对手与公共利益组织以公开批评救济偏软有点偏谷歌了所以这个平行战线没有消停，并且在广告科技案聚焦广告交易对战仍在推进嘛，对吧？司法部此前在新闻稿中强调寻求结构性补救的取向，这是比这个搜索案救济更接近拆分式的这个风险源。我们看看应用商店，包括安卓生态还有这个 Epic 在这个3年禁令也被第9巡回法院维持。说到 Epic 呢，我们讲一下这个背景Epic 那个 Games 是一款热门的游戏叫堡垒之夜的一个开发商。就在2020年 Epic 指控呢苹果的 App Store 和谷歌的 Play 商店存在的垄断行为，强制开发者只能通过官方商店分发他们的应用，比方说游戏应用，对吧？那么强制使用苹果或谷歌的支付系统，并且抽出30%的这个苹果税或者谷歌税所以Epic 呢，为了挑战规则，偷偷的在堡垒之夜里面加入了自己的支付通道这是绕过官方的抽成，结果应用立刻被苹果和谷歌下架。于是 Epic 直接提起了这个诉讼为了保护自己利益嘛。所以一场 Epic 对苹果的大战开始了。那么 Epic 的诉求呢，就是要求法院认定苹果的 App Store 这个垄断开放第三方应用商店和支付方式。那么法院的初步判决在2021年做出了对苹果有利苹果并不构成反垄断的垄断企业，但确实存在限制开发者推广其他支付渠道的不公平的行为。所以苹果呢被要求允许开发者引导用户去 App Store 之外完成支付那么结果呢，苹果算是部分胜利，没有被迫开放第三方的商店，但必须松绑支付的限制就是说还是要我的下载，但是支付可以跟你放利嘛。然后我们看看 Epic 和谷歌之战谷歌的安卓系统是开源的，但谷歌的 Play 商店呢仍是最大的一个渠道。所以 Epic 呢指控谷歌利用与手机厂商的协议强行捆绑谷歌服务，给部分大厂商和游戏公司返利来压制这个竞争。第三个就是阻止其他第三方商店的发展。那么法院的最新报告就是在2023年底，美国加州陪审团裁定，这个就对谷歌非常的不利了谷歌确实通过反竞争手段维持 Play 商店的垄断。于是 Epic 在针对谷歌的诉讼中赢了。什么影响呢？就迫使谷歌改变安卓的应用分发和支付的规则，未来开发者能更自由的选择支付方式。谷歌的 30% 的抽成就可能不再是铁律了，可能就没有了。案件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这个案件，就 Epic 案件看的是不大它是全球最重要的平台和开发者之争的一个案件，有代表性，并且有引导效果。
对开发者而言，可能会降低平台的抽成，拥有更多的自由；而对用户来讲，可能会有更便宜的内购，因为不必要为平台买单，对吧？那么对这个苹果跟谷歌来讲，那么商业模式受到了挑战 ，App Store 和 Play Store 的核心盈利机制可能会被削弱，也就是说，他们的护城河会被削弱。所以总结来看啊 ，Epic 案件就是开发者反抗苹果税和谷歌税的反垄断的一个大战。目前 Epic 输了苹果，但赢了谷歌，这可能会撼动全球应用商店的商业模式，并且要求谷歌开放 Play 商店规则，并限制独家激励等做法。这会持续的侵蚀安卓分发与结算的租金。那么加上海外啊不同国家的规则的叠加，你像欧盟的 DMA 啊，各国竞争法对默认设置、数据的可携性和自我优待的限制仍在发酵。那么跨境合规会继续蚕食谷歌的可选空间。所以本案虽然是美国判决，但全球业务也是无法分割的，他们可以照着案例来判决，是吧？所以可以预见，在未来的1到2年内啊，这个拆分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搜索案子的主线上面，更加具体的颗粒度的行为的约束啊，会持续的监控，以及在其他案件上的结构性风险，尤其是广告科技方面，仍然对谷歌啊存在着风险。我们来看看研究一下美国的反垄断法与历史上的判例啊，看看这个边界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法律框架里面，本案的核心是谢尔曼法第2条，就垄断维持啊垄断。那么救济选择上面的美国法院通常遵循必要且相称与尽量少侵扰的2个原则。那么优先性行为性救济仅在市场失灵且行为救济无效时才考虑结构性的拆分。我们拿历史案例吧，就在1911年的 Standard Oil 啊，1982年的 AT&T， 那么是少数最终拆分的典型，以及在1998年的 Microsoft， 虽然一度被判拆分，但最终走向了行为性的同一令啊，就是默认屏幕啊、API 文档披露等等。结果呢，只是抬高了竞争对手的进入机会，那么就为接下来10年的搜索创新，像谷歌的崛起，那么腾出了空间啊。那么本案的净排他和数据共享与 Microsoft 案件的这个默认与互操作的思路是极其相似的，不直接砍公司，而是改规则，让对手能够接触到分发与数据啊，这2块也是谷歌的硬的护城河。所以我们通过历史的法律分析呢，来为这次的案件呢做一个注释啊。那么完书分析呢，对未来的搜索生态有3重影响。一方面是分发方面， Safari 和 Firefox 包括安卓的预装不能再用这个排他条款清场，竞品可通过默认选择以切换更容易获得流量入口。第二个就是数据这块，就有限度的这个数据共享，假如落地了，就能够缓解冷启动长尾查询稀疏的难题，提升竞品质量曲线的斜率，这一点在共享的范围和隐私。第3个就是 AI 方面的，法院认可 AI 已经改变了这个竞争评估，这既削弱必须拆分的必要性，也倒逼谷歌在 AI 侧更加的内卷，同时要防止用自家分发加上自家数据在新赛道复制旧优势，而再次招致这个监管风暴啊。所以完书分析在接下来的半年到这个1年半的时间这里情景我们跟预判一下。高概率的场景就是谷歌执行净排他和加上数据共享，默认支付继续，但更规范。那么美国司法部和州检察总长评估效果，那么广告科技案推进，行业出现更多的默认选择屏以及搜索多元化。第二个就是中概率强监管的情景，若执行不力或竞争未改善，那么监管方需求追加调剂救济，比如扩大数据的共享范围，强化第三方监管，并在广告科技案中推出更重的这个手段。另外的低概率的极端场景就是上诉逆转或者新证据促成的结构性的救济比方说要特定资产剥离，
那么从近期的判决逻辑看，短期这个不大可能实现。所以晚安书针对这个案件得出一个结论：谷歌没有被拆，也没有被叫停于苹果的默认搜索交易，但被禁止排他性分发，并要求与对手共享部分搜索数据，这让最严厉的风险这个消退，但合规和竞争压力在上升。那么谷歌是否走出了危险区呢？目前还没有搜索案的结构性的这个风险减弱，但广告科技案、应用分发案，就是像那个 Epic 这个案件与全球法规仍然牵制，所以本案存在着上诉与后续的继续的评估的空间。未来会不会有类似的调查甚至拆分？那么调查与追加救济的可能性有多高？真正拆分的门槛当然比较高但是我们从历史和法律上都更偏向先用行为性的工具除非出现了持续证据证明行为救济无效，那么且结构性的救济必要且相称，否则短期内难见刀刀见骨的拆分。那么总之呢，净排他加上数据共享，就相当于成了这个捅在这个谷歌护城河的两处的要害处这分发加数据嘛。那么问题来了，未来的 AI 时代的搜索真的还有新的入口吗？谷歌用谷歌的这个入口还算不算入口呢？那么这点玩书也是在担心好在呢，玩书这个第二重仓股谷歌呢，我对它的财报我还是有信心的。它简直就是个现金奶牛，对吧？它的那个第一杠一数据只有2-30%，你像苹果还是200%，跟那个洛克希德马丁一样的是吧？就是我的权益只有100万，我的贷款的这个负债就有200万，但是这个谷歌这不愁钱，所以我评估谷歌的这个价值就在600以上，不就在400左右，300-400，所以我玩书敢150块钱进去拿货，准备再翻1倍。对吧？第一重仓股玩书不衰前漏这 BRK 间接持有苹果。第二就是谷歌第三就是这个Adobe 第四就是洛克希德马丁第五就是那个联合健康保险为什么玩书要这样一个组合呢？说句实话，照理说有很多网友跟玩书交流，就咱们连就买 ETF 就够了，就买基金就够了，是不是？但是呢，玩书呢还想多，因为玩书钱比较少，想多赚点钱，所以要拼一拼BRK 为大头呢，就起码稳盘子。但是大家知道 BRK 未来因为盘子大嘛，它未来10年是吧？未来5年每年扔个10%就不错了，对吧？就包括你买指数基金、买股票基金是吧？碰到情况好这个牛市或者这个均衡市10%一年，也就1年10%嘛，长期看对不对？像获得每年15%到20%，你不买个股是不行的，并且看准了看错了那你更惨了是吧？所以玩书呢，自己相信自己的眼光，看对但是呢，有时人算不如天算，天有不测风云，对吧？这个两大乌云还在头上笼罩的，对不对？所以未来到底怎么走，我们拭目以看，经常关注随时调仓，对吧？心里有定数，但是也不排除随时调仓避免规避风险大家有对投资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欢迎和玩书互动，打在屏幕下方。好的，谢谢大家。